我觉得你可以去评估啦。对啊，我们不能推荐哦，我们的身份不能够乱推荐。我现在讲话要很小心。好，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今天要来聊聊保险这件事情。在前面的影片有分享过，就是荷兰的社会福利啊等等的。那今天要着重讨论的是，因为我自己在台湾也有很多保险，那有很多部分其实已经被荷兰的社会福利啊等等去 cover 掉。那今天主要聊聊台湾的保险要怎么样去调整。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一个很好的朋友，高中就认识的好朋友。对，他现在在保险业闯荡。就请彦良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彦良，然后我是峰会爸的高同学。好，那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保险的相关知识哦。好，那我之前做了3年的工程师，后来半途出家做金融业，然后先从保险做起。好，那深耕医疗险，大概深耕了7年之后啊，今年就决定转型应该说转换赛道，去帮客户管理资产。好，那医疗险的跟风险保障这一块确实是我经验算是蛮丰富的，所以就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跟讨论，对，大概是这样子。那你之前看过我们做那支影片就是关于荷兰的社会福利，那你看完有什么想法吗？就它跟台湾的比较啊等等的。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蛮多保障类的，像是失能啊，像是寿险啊，那像是医疗费用啊，我觉得确实荷兰的社会福利把民众保护得非常的好。但我唯一想到的事情就是因为荷兰的医疗险是自付额嘛，对吧？跟台湾完全不太一样，所以等于说荷兰的概念完全回归保险的本质，就是保大不保小。对，那等一下我们讨论的大纲大概就是依险种来讨论，然后分成大人跟小朋友，因为荷兰小朋友就是看病不用钱嘛，所以可能讨论起来比较容易。对，那现在先聊聊小朋友好了，因为像我们小朋友在台湾的保险主要是保了医疗险的实支实付吧，然后一些意外烧烫伤等等的。没错，好像主要就是这2个险种而已吧。还有失能啊，小朋友也有买失能险，就是他们都做了完整的全险。那小朋友现在台湾是最高寿险是69万，今年1月1号有改革嘛，是69万。那会不能更高了，因为道德风险的关系。那他的实支实付确实是有实支实付，然后住院日的保险，然后癌症一次金、重大一次金，然后还有我们的失能保险都有。对，所以算是很完整的保障。先聊聊医疗险这一块，因为在荷兰医疗险是小朋友看病是不用钱的嘛。对，那也因此我们不太可能去出险。对，就是原则上，如果今天小朋友去看病，他全部是自费，但是他全部都不用负担任何的费用，那然后你没有住院的话，那确实台湾的医疗险就不会启动。但是如果有住院的话，等于说台湾这边的保险还是可以去申请住院日额的补偿。那我就会把它看待成说，如果今天是有一个人去照顾小孩，在医院照顾小孩的时候，台湾的保险会变成这个看护金的概念。那之前有听你说嘛，就是最近其实这1-2年小朋友实支实付已经涨价了，就很贵。那所以我想问的是，假设我现在解掉，那可能2-3年后再保回来，这样是划算的？我觉得条件完全不一样我认为如果因为其实最近刚改革嘛，等于是现在全台湾完全走填补损失原则嘛，等于说你是买不到所谓的双实支实付。就是过往你可能买3间保险公司，然后每个都你花10万块，你可以赔3倍。可是现在就是3间各赔，总共赔10万。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政策有一个很大的 bug 是，今天你花10万，可是如果你是身为爸妈，你要去照顾小孩，你还是要有一些薪资补偿啊。那如果今天你还要额外的再自费一些其他项目，就是事后的补给品、术后的补给品的时候，你用哪一块去 cover 这个费用？其实我觉得双实支实付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额外多补贴一些钱。那如果今天你先选择了如果今天你没有回来台湾，你就是确定会在荷兰的话，我认为这些险种对你来说真的没有用，可以全部解掉。可是如果未来你是会回来的，我就建议你还是保留因为日后我是觉得日后你要买到这样子的保单是绝对买不到的，因为台湾的理赔率太高了，台湾人很爱用保险，然后就让赔率上升，保费就一直上升，保费越来越贵，这也是事实。刚提到小朋友，如果因为假设我现在持续保，我每年一个小朋友也是要大概2万台币的保费，对，那1年就是4万，假设3年后回去，这样算起来是10万，对，
那这样子真的会比较划算吗？我就是说我回去重保，它如果贵10万以内，我都算划算。我觉得应该是，你可以如果你可以接受只有填补损失原则这件事情的话，你要减掉，我没有觉得不行。对，但是我要说的是，就是双实支实付这件事情，它就是确定进入历史的，它就是确定进入历史的。对，目前呢还有2间可以，还有2间公司可以买啦，就是我不能接他们公司，就是两间还可以做，可是应该很快就会下架了，应该很快。所以等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对，政府规定啊，金管会规定，金管会规定。所以等到你回台湾的时候，这种双实支实付的商品线是确实一定会没有了。那因为我无法预测2年后的保单会调整怎么样啊？回到小朋友，对小朋友的医疗险，那除了医疗险还有就是。刚刚是什么？意外一次金跟就是重大一次金或是癌症一次金，对。所以那个听起来就比较像是填补损失原则。对啊，就是你假设医疗费已经被 cover 了。对啊，你那个比较像是说你家里不小心有一个小孩发生一个很大的事件，那当然你还是可以持续工作，可是如果你领到了这一笔一次金的话，你事实上你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先休息一段时间？你不用担心薪水从哪里来，你会立刻补给一个300万或500万的补偿金。这个是小朋友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对啊，这个保费很便宜啊，1年的保费才2-3千而已。对，我是有可以分批去处理。妹妹的那个癌症险300万，保费才840块。1年840块啊，蛮省钱的啊。然后最贵的，对，然后最贵的其实确实是实支实付啦，所以你实支实付你可以评估一下，你有没有需要留下来这样子。对，那因为我帮他做的失能险也蛮多是终身型的失能险，那刚好也是历史性的商品的，现在也都买不到。对啊，所以站在我的立场，如果你的收入结构可以的话，我会觉得你好像继续缴会比较好。应该说我们的荷兰的基础保险，我们保费也是缴很多，然后都所以你要多负担这一笔，你就觉得，那你评估一下。然后再来就是小朋友讲完了嘛，再来就是大人的，我觉得是寿险啊，我觉得可能比较可以讨论的是寿险啊。对啊，上次查了荷兰寿险比台湾便宜很多，好像极度便宜耶，你可以再帮我分享一下荷兰人的，如果你要买1000万的寿险，对啊，14万嘛，20年，保持不变，一个月，这个一个月大概对8块9块，8.34的欧元嘛，乘以33块，60块的，每个月2275块，对，3000块钱1年500万只要3000块钱这有合理吗？500万3000块钱，那台湾大概是，台湾大概是500万的话，20年期在15000，差1/5的价钱，3000跟15000， 3300跟15000， 20年嘛，你这是20年平准嘛，然后保费是500万嘛，对啊，寿险讲白话就是台湾人比较容易挂掉。我觉得是台湾人在保险公司在计算那个生命回合的时候，台湾的生命回合在第6，我记得好像第6生命回合啊，现在，可是在国外好像都已经10几生命回合了，所以这什么意思？什么叫生命回合？就是未来的人其实是越来越长寿的，因为越来越长寿，其实你的保费应该会越来越便宜。OK， 所以对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台湾为什么的那个计算的标准是以这个为主，不是以国外的为主。我这个细节我不清楚。对，所以我战争不会赔，对不对？战争不会赔，战争不会赔，对，战争不会赔，那就没有道理那么贵。对啊，所以如果你在国外的寿险比较便宜，我觉得你可以去评估啦。对啊，我们不能推荐哦，我们的身份不能够乱推荐。我现在讲话要很小心。好，所以寿险大概就这样。那再来，我记得还有保失能险，对，失能险的保额是定期的20万，然后这个商品也停售了。对，我记得很早以前，好像保完很早以前买，就是之前的失能神单。对，可是我在考虑把它是不是要把它往下调，慢慢往下调。我觉得好像可以啊。不然的社会福利 cover 了蛮大一部分，但崩溃妈的就
可能要往下调，但不用这么多，因为社会福利好像没有 cover 到完全 cover 到他失能的部分，因为他没有工作，他没有缴税，因为他没有缴税，他没有赚钱，对，所以他没有被 cover 这么完整。所以政府只是说政府只照顾有贡献的人，是吧？荷兰政府应该说对啊，算是用你缴税的税基去算你的福利这种感觉。除了小朋友，小朋友就是躺着赚。好，那再来是我好像有保重大伤病险吧，一些对重大伤病险对，那也比较像是补偿金的感觉，一次金的概念，就看你自己啊。因为如果你在荷兰，假设真的不小心发生了癌症的时候，你还是得回到台湾去做重大伤病卡的请领嘛，因为它是认卡就赔嘛。那目前它的范围大概有300多项啊，包含你的精神，如果我们有精神疾病，像什么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只要一领到这个卡就会赔。那我的客户是有一个客户是红斑性狼疮啊，也赔这样子，它范围蛮广的。然后再就是医疗的实支实付，这个可能就是你刚刚说的吧，就是概念一样，概念跟只用来 cover 自付额的部分 ，cover 自付额的部分，我双十日就是薪资补偿了。对啊，但因为自付额最高也才885欧元，所以才885欧元是多少？3万，3万左右的币而已。医疗险如果只 cover 这3万，好像这样就还好。但是就是怕你买不回来，这是唯一你考虑。你回到台湾之后，你就买不回来，这是唯一你要考量的。说是这样说，但是每年还是要缴钱，对，心情很差。你就知道说，维持费有点高，你的维持费有点高，维持费有点高。OK， 那结论来说，就是我现在有荷兰的保险跟台湾保险，两边的总保费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台湾那边我就想的保险费。对，所以反正我觉得一定要动的，一定要动的就是寿险，你可以省下很多钱，这是真的。好，还有失能险的险种要调降，对。对，没错。好，今天谢谢燕良来跟大家交流分享。那只有更细的问题，大家可以联络你吗？可以，有需要就直接找我。你可以找我的 FB 或是 FB 好老派哦 ，FB、IG 或是 Line 的 ID 也可以，就说是从崩溃吧这边认识我的就好了。好 ，OK，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就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拜拜。好，拜拜，按赞哦，拜拜。